很多人以为翟艺莹只是又一个甜宠短剧脸，长得甜，演的也就那样，换个剧本换个总裁，套路重来一遍。但你们不知道的是，2026年才刚开始，她一个人就承包了11部戏。绝症少女、女娲后裔、傲娇追爱的摄影师、双重人格的深宫女子，这些角色放在一个演员身上，几乎没有共同点。这背后到底是资源砸出来的运气，还是真本事撑起来的？今天我们就把她这一年的角色拆开来看看。02年出生的翟艺莹，其实进短剧圈没多久，可翻开她的作品表，71部影视作品，光是2026年就有11部在拍或者待播。这个数字放在短剧行业里，已经算得上是劳模级别。但光靠拍得多是撑不起口碑的。真正让她被记住的是去年11月那部《岁岁淮安》。在这部剧里，她演的许岁安是个身患绝症的大学生，而男主是女娲族唯一的男性传人。两人因为一次意外结成了所谓的血契，他救了她，反被她咬伤颈部，命运从此绑在一起。这种设定，说实话，短剧圈见得不少，观众一开始也没抱太大期待。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。为了演好这个角色，翟艺莹花了整整7个晚上，只靠一根发簪的方向变化去练习角色的双重人格切换。没有夸张的表情，没有滤镜式的转变，就是一根簪子，一个眼神，观众就得分清楚现在是哪个与 quote 他与 quote 在说话。这种细节，很多科班出身的演员都未必愿意花时间去磨，何况是一个短剧新人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另一件事发生了，他和搭档王浩真的化学反应，直接把这部剧送上了热搜。剧中有一场戏，剧本原本写的是标准霸总台词，可王浩真临场即兴改成了一句与 quote 我养你啊与 quote。 就这一句话播出后，与 quote 爹系男友与 quote 的话题直接冲上热搜。9岁的年龄差，在他们俩身上不但没有违和感，反而形成了一种互补。他的灵动中和了他的成熟，他的稳重又放大了他的娇俏。你猜怎么着？观众磕到停不下来，这对 CP 的热度还没退，官方就宣布了2搭。这次的剧较难撩，翟艺莹演的关之是个自由摄影师，男主换成了一位心脏外科医生。剧情反过来了，这次是他主动追她，当众确认对方单身，设下与 quote 对视10秒与 quote 的赌约，主动吻上去，然后潇洒转身离开。这种女追男的反套路，在甜宠短剧市场里其实不算多见，播出前预约量就突破了70万。说真的，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与 quote 漂亮脸蛋加甜宠剧本与 quote 能解释的了。同一个演员，前一部戏是被动接受命运的绝症少女，眼神里全是隐忍和挣扎，下一部戏立刻变成主动出击、张扬自信的都市女性。角色反差这么大，观众却完全不觉得违和，这才是真正的功底。如果你也觉得这波角色跨度不简单，记得点个赞，让更多人看到这个故事。而它的多面性，其实不只体现在王浩真这一条线上。翟艺莹和刘宇航合作的初次尝鲜，走的又是完全不同的路子，新中式造型，转场镜头做得相当电影化，被观众戏称为与 quote 女娲毕设与 quote，直接改变了很多人对短剧与 quote 粗制滥造与 quote 的刻板印象。同一年，她还出现在群像剧《昼以基业》里，饰演3位都市女性之一的叶倾城。这部剧上线后，直接登顶热榜第1，单日热度破亿，成了2026年春节档的头部作品。你会发现，她几乎没有被困在某一种人设里。总裁娇妻、绝症少女、都市女强人、女娲后裔，这些标签换个演员来演，很可能就是同一张脸换套衣服。但翟艺莹身上你能看到明显的角色区分度。评论区告诉我，浩银还是银行，你更磕哪一对？其实圈内人透露，翟艺莹能让每个对手戏演员都放松下来，靠的不是运气。开拍前，他会主动问搭档一些很生活化的问题，比如与 quote 你小时候挨过最狠的打是什么与 quote， 用这种方式消解掉表演的痕迹，让对方把他当成真人，而不是一个流量符号去应付。这也是为什么他的每一段 CP 观众都觉得是真实的化学反应，而不是工业糖精拼凑出来的。而这背后其实也是整个短剧行业正在经历的一场洗牌。业内数据显示，
头部短剧的制作成本已经突破300万元 ，S 级项目甚至达到500万级别。这意味着光靠颜值和话题已经撑不起长期热度了。观众的审美在变，行业的门槛也在变。也许很多年以后，当大家再回头看翟一营这一阶段的发展轨迹，会发现他1年之内密集接拍这么多作品，并不仅仅是为了提高曝光率，更不是简单意义上的与 quote 拼命三娘与 quote。真正重要的是，他一直在主动打破外界对自己的标签。从绝症少女的脆弱与隐忍，到勇敢追爱的女摄影师，从充满东方韵味的新中式古装角色，到节奏快速、情绪复杂的都市群像人物，他几乎每一部作品都在尝试完全不同的人物设定。这样的选择其实意味着更大的风险，因为每一次转换角色都意味着重新建立观众的认知。如果失败，观众会觉得角色没有说服力。但如果成功，就意味着演员真正拥有了驾驭不同人物的能力。很多演员一旦拥有代表角色，就容易不断重复相似类型，因为这样更安全，也更容易维持热度。而翟一营似乎更愿意走一条更难的路，不断推翻自己，再重新塑造自己。所以观众会发现，他每次出现，好像都换了一张完全不同的脸。不是因为妆容改变，而是人物气质、眼神、说话节奏、情绪表达都发生了变化。然而，无论角色如何改变，观众最后记住的却依然是角色背后那个认真投入、不断成长的翟一营。这种能够让角色覆盖演员，又最终让演员超越角色的能力，恰恰是一位优秀演员最珍贵的价值，也是他未来拥有更大发展空间的重要基础。或许这也是越来越多人开始重新认识短剧行业的重要原因。过去，人们总觉得短剧只是快餐式娱乐，是流水线生产出来的内容，很难诞生真正意义上的演员。但随着行业不断升级，越来越多年轻演员开始把短剧当作磨练演技的重要舞台，而不是通往长剧的临时跳板。一部优秀的短剧同样需要复杂的人物塑造、精准的情绪表达，以及演员之间高度默契的配合。真正能够打动观众的，从来不是投资金额，也不是营销热度，而是角色是否拥有真实的生命力。当越来越多像翟一营这样的演员愿意认真研究角色，不断挑战不同类型作品时，观众自然也会给予更多认可。未来他还有多部待播作品即将与大家见面，每一个角色都可能成为新的突破口。他究竟能够把自己的表演边界推到什么高度？他是否能够成为短剧时代真正具有代表性的实力演员？答案或许还需要时间来验证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如今的短剧赛道已经不只是制造流量的竞技场，而正在逐渐成长为培养优秀演员的新舞台。而翟一营未来究竟还能带来多少惊喜，也许值得每一位关注短剧发展的观众一起耐心等待，共同见证。我们下期见。